大家好，我是爱叔，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聊聊巧克力，整个视频都是干货，我尽量言简意赅的让你明白含有天然可可脂成分的巧克力为什么需要调温，在家庭环境中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调温，以及在调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这是可可树到市售巧克力的整个加工过程图。当可可树上的可可果成熟之时，可可农们便开始忙碌地采摘。剖开可可豆荚，取出可可生豆，经过水洗之后，生豆会放入发酵箱中进行自然发酵，酝酿出可可豆美妙的滋味。生豆经过日晒，大部分水分会被慢慢蒸发，随后生豆会进行人工筛选，挑去瑕疵豆和破损豆，之后可可生豆便可送往交易市场等待出售了。要把可可豆加工成巧克力，还需要生豆进行焙烤处理。焙烤过程中，生豆内的风味物质会经历奇妙的化学变化，比如可可豆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糖分等，在焙烤温度下产生梅拉德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可可香气和基本风味都需要焙烤来激发。焙烤后的熟豆通过碾压风选机将其切碎，并通过风机使干皮壳与可可豆仁分离，留下的可可豆仁碎粒便可进入初级研磨。研磨机中的滚石会将可可豆仁反复碾压，成为可可泥膏，我们通常称它为可可膏、可可泥、可可浆、可可块，其中至少 50% 以上的成分是可可脂，其余部分你可以理解为可可粉。此时的可可膏若将其降温结晶，便是可可块，但并非我们通常吃到的牛奶巧克力或者黑巧克力。可可膏近乎于市售的 100% 的黑巧克力。如果你尝过 100% 的黑巧克力，你便知道它的味道有非常强烈的可可味，但是它没有甜味。是的，因为它是含有 100% 可可固体物的巧克力。那么我们通常吃到的风味巧克力，如牛奶巧克力、苦甜黑巧克力、白巧克力，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巧克力制造厂会将可可膏进行精炼，并根据不同风味的巧克力添加额外原料。100% 黑巧克力主要成分就是精炼后的可可膏。苦甜黑巧克力的主要成分是可可膏，追加纯可可脂和砂糖。牛奶巧克力主要成分是可可膏，追加可可脂、乳粉和砂糖。白巧克力比较特别，没有可可膏中的可可粉，只含有可可脂、乳粉和砂糖。除此之外，在精炼风味巧克力时，增加不到 1% 的卵磷脂和香料，比如白巧克力会添加凡尼兰提取物来增添风味，而添加卵磷脂使巧克力中的所有内容物能充分乳化，均匀分散，降低粘度的效果。我通常会挑选这4款纯可可脂需调温的巧克力来制作巧克力糖果、巧克力蛋糕、巧克力淋面甜点、甘纳许、巧克力装饰片等等。一般我们挑选调温巧克力，除了选择自己需要的风味类型之外，还需要注意产品外包装标示的巧克力成分，特别是可可固体物的百分比。这里从左往右，可可固体物 33.1%、33.6%、54.5%、70.4%。除白巧克力固体物仅为可可脂外，牛奶巧克力、黑巧克力、苦黑巧克力、
可可固体物的百分比数值越高，代表可可风味越强烈。我会使用可可固体物 33.6% 的牛奶巧克力来制作坚果巧克力酱、巧克力装饰片，使用可可固体物 54.5% 的黑巧克力做巧克力淋面和披覆、巧克力奶油霜，使用可可固体物 70.4% 的苦甜黑巧克力做浓郁的甘纳许、巧克力蛋糕、巧克力慕斯等等。因不同品牌的调温型风味巧克力配方略有差别，所以成分百分比会有所不同，但百分比数值基本相近。说完了巧克力的出身和成分，接下来要进入正题了，聊聊巧克力如何调温，为何要调温，调温的意义是什么。在产品外包装上通常会标注此款巧克力的调温曲线。前面我们了解到，巧克力的主要成分是可可膏，而可可膏主要成分是可可脂，使巧克力结晶凝固的正是可可脂。在所有食用油脂中，可可脂是最特别的存在，它具有多种类型并存的结晶结构的特性。这张图表展示了可可脂结晶的6种类型，其中1型、2型、3型、4型结晶稳定性不佳，熔点低，不利于保存，且结晶缓慢，结晶结构不够紧密，而缺乏令人愉悦的口感和漂亮的外观，直接出局。而5型和6型具有良好的密度，接近人体温度37度的熔点，使巧克力呈现只溶于口不溶于手，脆皮与丝滑并存的绝佳口感。但是风味绝佳的巧克力怎么能没有颜值？结晶最稳定的6型结晶可惜没有颜值。6型结晶的巧克力表面会出现白脂霜，最终输给了颜值，出局。最后冠军就落在了5型结晶，它除了拥有6型结晶的一切优点外，拍照不用美颜，皮肤细腻光泽且日久不衰。除了巧克力需要正确调温，你还需要注意室内温度，室温过高会诱发不稳定的结晶形成。一般操作巧克力的室内温度应当控制在20到22摄氏度之间。好，接下来我来教你怎么召唤老五。我们来看看白巧克力包装侧面的调温参数，这是典型使用大理石台面进行巧克力调温的完整曲线。理论上，首先需要将袋中的白巧克力加热至红色 A 点45度 C，使6种类型的结晶全部融化，随后降温到31.5度 C 时，虽然巧克力仍然是液态，但是老五开始孕育结晶。当继续降温至蓝色 B 点时，老五的兄弟们也跟着一起出现了。扶持老五上位之路只差一步，其他兄弟统统退下。没错，升温就是升温。把温度升至绿色 C 点29度 C 时，只有老五能承受 C 点温度，其他5型结晶结构再次被融化分解。需要注意，不同风味的调温巧克力，红色 A 点温度和绿色 C 点温度略有不同，以你购买的巧克力调温参数为准。在家庭环境中，我们可以通过微波炉和隔水加热的方法来加热巧克力。我比较推荐使用微波炉。先来看看微波炉调温法是怎么操作的。第一步，将巧克力倒入可微波的容器中。需要注意，尽量使用小颗粒的水滴状巧克力或纽扣巧克力，因为它颗粒小而均匀，微波加热时能够顺利融化。如果你使用的是大块巧克力砖，那么你需要将它切碎切细后再使用。第二步，确认你的微波炉功率。
一般家用微波炉在500瓦到700瓦，商用微波炉瓦力会更高，瓦力越是高，火力越是大。这里以500瓦功率为例，先加热60秒。如果你使用的巧克力是储存在18度以下的环境中，或许你需要再次短暂加热。第3步，取出微波碗，用刮刀翻起碗底的巧克力，你会发现碗底和中心区域的巧克力已经化成浆。我们来慢慢搅拌混合它。混合后测得温度一般在30度C 左右，根据测出的温度来判断继续加热的时间。第4步，短暂加热10秒到15秒之后取出，用刮刀缓慢翻拌巧克力。此时或许仍有未彻底融化的巧克力存在，搅拌至全部融化并且温度达到绿色 C 点，巧克力就完成了调温。如果在微波炉调温的过程中有其他状况，你可以根据以下内容来做出判断。这里提供了6种状况的解决办法，我就不一字一字的念了。再来说说微波炉调温法的优点，可以满足家庭环境条件和操作条件，不需要使用太多的工器具，一个微波碗、一把刮刀和一个温度计就够了。操作最简单，不需要完整的调温曲线。为什么呢？结合之前的知识点，在视频下方留言说说你的看法。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整个调温过程非常快，用时很短。好，来看看微波炉调温法的缺点方面。如果要一次调温2公斤以上的巧克力，可能微波炉的容声不够大。因调温前巧克力储存温度不同，微波炉瓦力不同，你需要谨慎设定微波时长。在第一次尝试微波炉调温法，时间设定不宜过长，以免加热超温。如果你的微波炉超过700瓦，一定要调低火力至 80% 到 60%。比如你的微波炉是1000瓦，若火力设定有10档选择，则每一档为100瓦，5档即为500瓦火力。如果你没有微波炉，那么你就需要通过隔水加热巧克力，运用种子调温法完成巧克力调温。当然，如你所知，如果在微波炉调温加热时 C 点超温了，借用种子法来补救是个好办法。第一步，将需要调温的巧克力取2/3倒入调温碗，隔水加热并搅拌融化巧克力至红色 A 点，达到红色 A 点温度后停止加热，端离热水底盆并擦拭调温碗底的水珠。第二步，准备好剩余的1/3未调温的巧克力。第3步，分次加入巧克力，慢慢搅拌均匀。第4步，巧克力全部融化，并且温度下降至绿色 C 点，调温完成。来看看种子调温法的优点，可以一次大量制作，无需隔冰水降温，升温速度容易掌控。相对于微波炉调温，种子调温后的巧克力流动性可能会更好一些。来看看缺点部分。隔水加热巧克力最大的弊端就是巧克力容易被滴入水珠。需要强调的是，巧克力调温碗应该大于底部的加热碗，也就是说，调温碗应该坐在底下的碗上，而不是泡在底下的碗中，这样就能最大程度避免水珠滴落在巧克力中。需要的工具显而易见，要比微波炉调温法实用得多。最后，整个调温过程比微波炉调温用时长。同样，这里有6种你可能会遇到的种子调温法出现的状况，你可以对应起来解决问题，我就不一字一字念了。最后，用完剩下的巧克力怎么处理呢？这里有个简单的办法，将剩余的巧克力倒在烘焙纸上，
用刮刀抹开抹薄，待其凝固后切碎或掰开，装入密封袋中，等待下一次使用。如果你看到了最后，一定是我的忠实观众，记得给我的视频点个赞。有任何疑问，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好，我们下期见喽。